各位準備脫單的朋友注意了，最近不少人栽在完美對象手裡，既丟了感情又虧了錢。我今年30歲，不僅婚沒結成，還虧光了所有的存款30萬。就是因為我曾經犯下了一個錯誤，覺得帶我開豪車、吃西餐廳的男人才叫有出息。6000塊錢包養大學生，8000塊錢包養校花，你敢信嗎？真的假的？我跟你說，這個事兒啊，全國還在蔓延。現在有一種新型的殺豬盤，已經不是騙婚騙育這麼簡單了。很多男人會想盡一切辦法去哄騙一個女人跟他結婚領證，婚後去貸大額貸款，然後再逼這個女的跟他離婚，讓他也背負一半的債務。你不要覺得只要你沒有簽字就跟你沒有任何關係，只要這個男人能證明有一部分錢是用於家庭開支，那麼你和這個貸款就脫不了干係。聽起來是不是讓人毛骨悚然？現在很多男人盯的不是你的子宮了，而是你的徵信。你以為遇到的是真愛，實際上卻是精心設計的騙局。戀愛腦們真的快醒醒吧！這些情感騙子最擅長的就是打着戀愛的幌子，一步一步的去掏空你。他要麼給你承諾馬上去見面，然後獲取信任。见面之前呢，想着法的向你要錢要禮物，要麼就是隱藏已婚的事實，跟你談情說愛，一邊呢深情款款，一邊想着法的讓你給錢，甚至呢編造生病、投資等等的理由索要錢財。等你無錢可給的時候，直接找個理由就分手了，或者是拉黑完消失。我們都在用力地活着。那為啥这樣騙我？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來到看大陸節目，我是真言。近幾年，中國社會戀愛型詐騙層出不窮。簡單來說，就是有人假裝跟你談戀愛，但真實的目的卻是掏空你的錢包。因為整個過程就像養豬一樣，先把你哄得團團轉，養得肥肥的，最後一刀宰掉。所以，它還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名字——殺豬盤。可能有很多姐妹跟我一樣，年輕的時候容易被一些光鮮亮麗的表象所迷惑。我也是，3年前我跟了他張口閉口都是跟他朋友聊項目、聊炒幣，隨口就是幾萬、幾十萬的資金出入。那個時候我還只是個一個月拿幾千塊錢的上班族，坐在他副駕駛上，聽他跟他朋友聊起財富自由，聊起資金盤，只覺得他們圈子很高端，覺得他很有格局。可現實是什麼呢？他們可能今天能賺幾萬、10幾萬，但是明天就可能虧得家徒四壁。由於我的認知不夠，我只見識了這其中的暴利，卻不知道後面的深淵。網友表示，3年時間，他浪費了最寶貴的青春，也虧光了所有的存款，連婚紗都沒來得及穿上，美夢就碎了。更有網友揭露，很多單純的女大學生被騙得團團轉。你說2萬塊錢包養，沒有人來，對嗎？然後他們就換了個玩法。怎麼玩？就用7000塊的底薪，然後就大量的人排大隊。我跟你說了這裡面的門道啊，這些所謂的老闆，他們先注冊一家這個空殼公司，專門招聘這種女大學生，要求就倆，相貌端正，然後身材要好，底薪給到7500還加提成。博主表示，這些所謂的老闆親自面試，看上眼的女大學生第2天就上班，其實根本不用幹活，天天畫大餅，談理想，送奢侈品。2、3天到1個星期，90%的女孩就淪陷了。之後更狠，他們挑最聽話的女生，對他們說愛她，要娶她，給她開公司，讓她當老闆娘，還買房付首付。等女孩徹底相信，就用女孩的名義走流水，控股投資，穩賺項目。結果呢，投資虧空，貸款全壓在女孩頭上，老闆直接拉黑跑路。另外，還有網友直言，現在社會上有很多的化債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位博主的貼文就說明了這個情況。評論1：我去年就遇到了他要跟我打結婚證，去貸款200萬，我已經想到他的騙局了，果斷分了手。第2個，我已經替他化債了，1拖2，還要替他背上60萬的債務，千萬要當心，結婚多年也不一定是好人，防火防盜防老公。我老公2婚我頭婚，我們的兒子都10歲了，我沒有錢，我老公說用我的手機貸款100萬給他炒股。所以說，女人都會認為跟男人結婚就是一家人了，可在男人眼裡只有算計和利用。還有網友解密了一款典型的假軍官殺豬盤時間。騙子利用軍人時間不自由、保密要求高、不能視頻、不能用常用軟件的特性，量身打造一個完美人設，讓女生覺得對方就是從夢裡走出來的真命天子。
最後把女孩騙得人财两空。有一位陕西渭南的女粉丝在相親網站上上傳了自己的資料，沒多長時間就收到了一條短信，然後對方自稱自己是一個軍官，他說他現在是屬於轉業期，自己的私人手機上交了，要脫密，然後給他的那個工作機沒有微信，然後讓女生下載了一個小眾的聊天軟件，然後在溝通當中得知，這個對方說自己當了18年的軍官啊，比女生要大了5歲，然後還和女生是一個省份，但是呢，因為自己從小就離開了陕西，不會說陕西方言，他只會說普通話。那個更巧的是，這個人他說他的名字跟這個女粉絲的名字就差一個字兒。女生呢，她的星座是水瓶座，她說自己是雙子座。你們可以從網上去查，這個雙子座和這個水瓶座是特別配的。那對於這個轉業後這個工作上的安排，他跟女生也是高度的契合，而且他講他的父母是高知分子啊，比較愛面子。那他這個話也在為後面這個騙局在做鋪墊。另外，男子發來的照片陽光帥氣，還特意發了軍官證給女生看，並叮囑這是機密，千萬別截圖，別保存。女生对這種天作之合徹底沖昏頭腦，每天噓寒問暖，暢講未來，計劃轉業後買車買房。對方還多次強調不要告訴家人，說要給他們一個驚喜。直到元旦前，高潮來了。男子說轉業後要去中國醫藥集團，領導讓他測試網站漏洞，需要女生幫忙截圖。第一次截圖沒事兒，第二天再次要求截圖時，突然提出要充值測試漏洞修補效果。女生這時感覺不對勁兒，找人做了背調，一查嚇一跳，那根本不是中國醫藥集团的官網，而是一個投資詐騙平台。數據能漲能跌，專門誘導人充值。另外，有些騙局甚至是熟人作案。近日，武漢市塔子湖派出所披露，30多歲化名陳潛的公職人員故意隱瞞已婚事實，與化名劉林的網絡女主播發展戀愛關係。兩人早年曾交往分手，2025年11月重新聯繫，並確立了戀愛關係。交往期間，陳潛一直謊稱自己未婚。2026年1月，他向劉林透露自己有特殊採購渠道，能低價購買投資金條。劉林先後3次共轉給他170萬現金，陳潛則分批交給他19根金條。劉林為保險起見，專門租了銀行保險櫃存放這些金條。5月12日，他取出其中一根去金店加工飾品，高溫熔煉後才發現金條內部竟是銅芯，徹底暴露了是假貨。劉林質問陳潛後，陳潛發來所謂買家聊天記錄安撫，聲稱這是特殊工藝的金屬替代塊，憑條碼可以兌換真金或現金。5月13日晚，兩人外出就餐後，陳潛手提裝有全部假金條的包返回住所，隨後劉林發現手提包遺失。次日，他報警找回金條，卻在過程中得知陳潛已婚。更惡劣的是，5月15日清晨，劉林發現自己的2部手機不翼而飛，社交賬號已被陳潛拉黑。當天下午，他報警後，陳潛到場，其委託律師出示一份收款憑證，聲稱劉林已收到110萬元，並稱糾紛已解決。劉林堅稱自己只寫過10萬元收條，懷疑對方篡改金額。最終，陳潛承認明知金條是假的，仍交付對方，也承認拿走手機等行為。在雙方律師調解下，陳潛退還劉林170萬元，並額外支付了18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糾紛表面了結。然而，對於19根假金條的真實來源，陳潛始終拒絕透露。當地紀委監委已介入，對涉案人員展開進一步調查。此事件曝光後，網友紛紛質疑
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他走得出派出所吗？公职人员身份这么值錢嗎？1000多萬都不夠賠吧？詐騙事實清楚，就算退錢也改變不了刑事責任，這就是典型的戀愛詐騙，必須追究到底。其實現在也有針對男性的殺豬盤，其實都是那些被父母催婚催得比較急，年紀又不小的小伙子。這個套路啊，比搶還要快。那以前也有，但是最近這1、2年特別多。就這幫人專門挑那種性格老實、把父母催得比較急的大齡男生下手。他們安排了一批看起來聰明乖巧的女孩，用固定的套路去接近他。那我來給你們拆開講啊，並且提醒一下，就算事後發現了被騙基本也沒什麼好辦法挽回這些女孩會在社交平台瘋狂的曬自己的照片，走的呢就是廣撒網的路子，總能釣到魚嘛。上來就是各種曖昧，誇你專一有責任心，男孩子哪裡見過這種人的？網友表示，很多男人在遇到這類情況時，心裡第一個念頭就是終於讓我碰上真愛了。可一旦涉及到錢，事情馬上就變了味兒。通常結婚沒多久，對方就會找各種理由鬧離婚，最後留下的依然是人財兩空的結局。那為什麼這2年這類騙局特別猖狂呢？第一，現在很多女性工作越來越難找，賺錢也越來越不容易，但高消費和追求精緻生活的習慣卻沒有改變，於是就急着找接盤俠。第二，甜口經濟已經徹底的崩盤了，大部分男人都醒悟了，不再願意無腦的為女生買單還賬單，他們找不到願意繼續當冤大頭的人了。有網友總結了戀愛殺豬盤的常規套路：第一步，精準選目標，他們潛伏在各種交友軟件和婚戀平台，專門尋找渴望愛情、期待陪伴的單身朋友。第二步，完美人設加情緒餵養，騙子會把自己包裝成你理想中的伴侶，多金、體貼、顏值在線，每天對你噓寒問暖，陪你聊天到深夜，讓你感覺終於遇到了命中注定，快速陷入熱戀。第三步，收網割韭菜，幫你徹底信任、情感依賴後，他們就開始動手了。網友表示，這些騙子的常見的話術包括：我發現一個投資漏洞，穩賺不賠；公司急需資金周轉；家人突然病重，急需用錢，但你轉賬後，對方立刻就人間蒸發，或者態度驟變，逼你分手。還有網友發視頻教大家如何守住自己的錢包和真心。首先呢，記住3不原則：不輕易轉賬，不泄露密碼，不迷信高收益。騙子最愛裝成多金暖男、溫柔女神，或者跟你說帶你投資賺錢，幫我應急周轉。這個時候呢，不要為愛情衝昏頭腦，真想談戀愛，誰會一開始就提錢呢？其次，學會反向調查，對方說自己開公司，那就去國家企業信用公示系統查一查，說在國外工作。視頻通話時呢，讓他拍個周圍的環境，別總拿信號不好當借口。這就是當下中國的現實，謊言和欺騙盛行的時代。這說明社會底線已經低到了什麼程度了？在一個標榜法治社會的國家，系統性連環騙局卻能全國蔓延，空殼公司隨便註冊，虛假招聘大行其道，殺豬盤肆無忌憚，受害者報案往往石沉大海。其實更深層的原因是人心徹底沒了善念。幾十年無神論教育把道德、良知、敬畏全部打掉，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錢崇拜和我弱我有理，我想走捷徑的思維。當一個社會告訴年輕人沒有神、沒有來世、沒有善惡之分，只剩及時行樂，能撈就撈，那麼把痴情男女們當韭菜收割，就變成了最自然的生意。老實人繼續吃虧，騙子繼續發財，這就是無神論社會必然結出的毒果。好的，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請記得點讚、訂閱、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感謝您的支持，我是真言，我們下期節目再見。